好多謝大家又翻到嚟我嘅頻道。上次我哋睇完梵蒂岡博物館，咁嚟到梵蒂岡嘅第二部分呢，我哋會參觀聖彼得大教堂。如果想睇翻梵蒂岡博物館上次條片呢，請參考我嘅資料欄啦。今日我哋首先會介紹聖彼得廣場，然後再入去聖彼得大教堂嘅內部。喺裏邊會見到好多藝術品啦，包括咗主聖壇啦、聖體傘、歷代教宗嘅墓塚。最後我會搏老命登頂上去教堂嘅最高峰。咁我哋開始啦。哎呀，靚仔啊！佢好似袍藍色勁得意。過咗呢道門呢，就係梵蒂岡嘅範圍啦。咁我哋就進入去聖彼得廣場。喺聖彼得大教堂前面嘅呢，就係聖彼得廣場。呢個巨型嘅橢圓形廣場呢，長340米，闊240米。廣場呢就建於17世紀，係世界上最大嘅公共空間，可以容納30萬人。呢個廣場當年係由教宗烏爾班8世委託貝尼尼規劃同埋監督建築嘅。當時佢哋希望呢個廣場可以展現咗耶穌基督嘅偉大同埋對宗教無上敬畏嘅氣氛，係羅馬著名嘅廣場。廣場嘅中央呢，放置住一個方尖碑，呢個係公元40年由埃及運嚟羅馬嘅，放置咗喺當時嘅競技場，當做馬車競賽嘅折返點。當部分競技場改建成為聖彼得大教堂之後，亦將呢個方尖碑移到廣場嘅中心位置，作為聖彼得殉道嘅見證。廣場嘅兩邊係由兩個半圓形嘅巴洛克式嘅柱廊包圍住。企喺聖彼得大教堂前面對住個廣場呢，感覺呢就好似耶穌嘅身體係大教堂，兩邊半圓形嘅門廊呢，就好似耶穌張開嘅雙臂，迎接由世界各地嚟嘅信徒一樣。我哋而家睇緊嘅就係耶穌基督嘅右手臂，即係廣場嘅右邊。再睇耶穌嘅左手臂，即係廣場嘅左邊。喺教堂正門頭上，我哋見到有13個雕像。正中央嘅係耶穌基督，而喺佢嘅兩邊嘅呢係12門徒。另外喺兩邊柱廊頭上裝飾咗總共140位為教殉道嘅聖人雕像，以及係貝尼尼嘅主要贊助支持人教皇亞歷山第7世嘅徽章。我哋到咗聖彼得大教堂嘅正門。呢一個部分主要由馬德洛設計同埋規劃興建嘅，包括咗銅柱大門啦，同埋頂上邊嘅雕像。我約略講下聖彼得大教堂建築嘅過程。耶穌基督12門徒之一聖彼得，傳說喺尼祿統治期間嚟到羅馬傳教，並喺羅馬殉道，而埋葬咗喺呢個地方。君士坦丁大帝喺公元326年尋找到聖彼得嘅墓地，
並且喺墓地上面興建咗舊聖彼得教堂。不過到咗15世紀，呢棟建築物處於幾乎荒廢嘅狀態，所以文藝復興時期嘅教宗儒略二世決定咗重建呢間教堂。工程由1506年開始，先後由布拉曼特、拉斐爾、米高安哲魯同埋馬德洛擔任建築師。建築工程長達120年，到咗1626年先完成。呢幾位大師都有唔同嘅風格，不過佢哋喺接手工程時，基本上都會尊重之前建築師嘅設計。只不過有樣有趣嘅地方係，有一樣設計係不斷修改，以至到今日我哋所見到嘅聖彼得大教堂嘅模樣。嗰樣就係希臘十字同埋拉丁十字式嘅設計。等我解釋下呢兩種平面設計之間嘅分別。我哋睇圖比較兩種平面設計嘅分別。左邊係希臘十字，喺直環兩邊對稱，長度一樣嘅。右邊係拉丁十字，係一邊比較長，一邊比較短，交匯而成嘅十字架。第一個擔任設計師嘅係布拉曼特，主要係設計咗柱躉嘅基礎啦，同埋又去決定咗現有建築嘅尺度，建立一個壯觀偉大嘅教堂。而佢亦應儒略二世嘅要求，教堂嘅設計係以希臘十字為基本嘅。當拉斐爾接手工程嘅時候呢，佢已經30出頭啦。其實佢喺建築上面嘅貢獻呢唔係好多，因為佢喺37歲嗰時發高燒喺羅馬病死嘅。不過佢主要將平面設計由希臘十字改為拉丁十字，原因係呢，拉丁十字喺儀式進行上呢有比較多嘅優點，特別係可以提供比較多嘅空間俾信眾啦，同埋教堂方面進行儀式。佢亦研究咗點樣將拉丁十字同埋即將興建嘅部分連接。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米高安哲魯接手擔任建築師，在任長達18年，一直至到88歲喺羅馬去世之前，佢仍然喺度進行緊呢項工程。當中最大嘅成就一定係佢設計同埋建造教堂嘅圓頂。佢參考咗佛羅倫斯百花大教堂建造穹頂嘅方法，而非萬神殿嘅建築方法，完成咗呢項當時被認為不可能完成嘅艱巨任務。而米高安哲魯嘅教堂設計呢，平面係呈現咗希臘十字式。最後完成聖彼得大教堂嘅建築師係馬德洛，佢興建咗教堂嘅正面大門啦、柱廊同埋頂上嘅雕像。更重要咧係將入口加長，喺正殿裏邊起多咗3個柱間，擴闊咗聖彼得大教堂嘅空間，成為拉丁十字式。咁我哋一齊嚟總結下呢幾個建築師嘅平面設計。喺我哋左手邊最左嘅呢係布拉曼特嘅平面設計，跟住喺中間嘅呢係拉斐爾嘅設計，喺右手邊係米高安哲魯嘅設計。而家我哋見到嘅呢係馬洛德最後嘅設計，就係而家聖彼得大教堂嘅平面設計。整座建築實在設計得太大，令到建築物本身睇嚟好似唔係好大，需要有物件，例如參觀嘅信眾做比對，先突顯到教堂嘅巨大。無數當代嘅建築師同埋工匠足足用咗120年，先完成今日大家見到嘅巴洛克風格嘅大教堂。喺1870年之後，所有重要嘅宗教儀式都喺度進行，係世界上最大嘅教堂。教堂正面睇起上嚟同其他教堂分別不大，但係一行到入教堂裏邊呢，整棟建築非常高大，而且富麗堂皇，馬上俾佢裏邊嘅宏偉氣勢震懾。
呢個大教堂嘅容量可以達到6萬人。整個教堂建築呈現拉丁十字式，內部金碧輝煌，同埋以唔同顏色嘅大理石做裝飾，而且呢集合咗好多藝術天才嘅作品。除咗宗教上嘅神聖性之外呢，仲擁有相當高嘅藝術價值。呢個教堂亦都係歷代教宗長眠嘅地方。跟住落嚟，我帶大家睇教堂裏邊嘅幾個重點。進入教堂之後，右手邊第一件藝術品就係聖箱，佢係其中一件著名嘅米高安哲羅早期作品。聖箱喺意大利文之中有悲憫虔誠嘅意思。製作時間係1498至1499年之間。題材嚟自聖經，聖母瑪利亞抱住剛被釘死嘅耶穌基督嘅身體。聖母嘅表情係鎮定同埋堅強。作品剛剛完成嗰陣，曾經一度傳出聖箱係意大利北部另一位藝術家嘅作品。當時25歲嘅米高安哲羅為咗證明，就偷偷地喺聖母胸前嘅衣帶上面刻咗自己嘅名。呢件作品都算係米高安哲羅嘅成名作品。往後米高安哲羅作品都冇再署名，因為佢已經成咗名啦，大家都識得呢位藝術大師。米高安哲羅厲害嘅地方就係將大理石呢種冷硬質地嘅材料雕刻到好似布料咁柔軟自然垂下，就好似用真嘅布料去製作。而且人物嘅肌膚光滑細緻，肌肉血管骨骼嘅線條都好自然逼真，做到好似真嘅一樣。喺教堂嘅內部呢，係呈現一個十字架嘅形式，而十字架交叉點呢，就係教堂嘅中心啦。喺呢個中心點，我哋會見到一個好巨大銅製嘅聖體傘。我哋由企喺聖體傘旁邊嘅人呢，就睇得出啦，呢個聖體傘嘅規模係幾咁大。教堂中央嘅聖體傘係貝里尼喺1624年奉教宗烏爾班8世嘅邀請興建。呢個聖體傘係起咗喺聖彼得嘅墓地上面，作為一個崇敬宗教嘅結構。呢座華麗非凡嘅巴洛克式作品，佢嘅青銅頂棚係由20公尺高嘅螺旋柱支撐，整體高度超過29公尺，重達37000公斤，係全世界最大嘅銅鑄物件。貝里尼設計呢個著名嘅巨型青銅鍍金聖體傘，係貝里尼喺聖彼得大教堂嘅第一件作品。由1624年開始至到1633年完成，一共用咗9年時間。而佢由4條20米高嘅螺旋銅柱支撐，4條柱上邊都有金色橄欖枝同埋桂樹枝葉嘅裝飾。雖然係青銅鑄造，不過非常神似。而喺棚頂嘅內側呢嘅中央有白鴿嘅圖案，象徵咗聖靈散發住金色嘅光芒。聖體傘頂端正方形嘅棚頂呢嘅4個角落，每一個角落都有一個姿態優雅嘅天使守護住上方嘅寶球同埋十字架構造。喺頂棚嘅四周呢，掛住嘅金葉啦、簾幕啦同埋柱等，都刻有3隻蜜蜂嘅紋飾。呢個係巴貝里尼家嘅家徽，係屬於教宗烏爾班8世嘅個人象徵。聖體傘下邊呢，就係聖彼得大教堂嘅教宗祭壇，只有教宗先可以喺呢個祭壇上面面向東方，為嚟朝聖嘅信眾舉行彌撒。現場所見呢，呢個聖體傘呢，比我想象中更大。每條螺旋柱咧，可能要2個大人先可以環抱。
好似喺教堂裏邊咧起咗另一座建築物。可想而知呢個聖彼得大教堂嘅樓底係幾咁高，先可以有辦法喺室內做一座咁高嘅聖體傘。聖體傘下邊呢，就係聖彼得牆面嘅地方，亦即係通往聖彼得地下墓室嘅樓梯。聖體傘前面嘅半圓形欄杆上面永遠都點住99支長明燈。如果信眾要落去參觀嘅話呢，係需要提前幾個月預約嘅。至於聖體傘嘅正上方就係聖彼得大教堂嘅圓頂，由呢個地方望上去呢個米高安哲羅設計嘅大圓頂，發現呢真係一件完美嘅藝術品。聖體傘嘅後邊呢，就係聖彼得大教堂嘅主聖壇，同樣都係貝利尼嘅設計。主聖壇嘅中間呢，供奉咗聖彼得嘅聖座。據講呢個就係聖彼得喺傳道時所用嘅凳。聖彼得聖座咧係位於圓頂嘅圓形殿中間，上邊係貝利尼嘅巴洛克風格嘅作品。中央嘅窗呢，映照出代表聖靈嘅白鴿，四周裝飾咧有白雲啦、陽光同埋飛翔中嘅天使。夕陽西下，金光透過橢圓嘅窗照射入嚟，影出窗中間象徵聖靈嘅白鴿，以雕塑嘅金色光芒襯托聖彼得嘅青銅聖座。呢個貝利尼嘅華麗宗教裝飾係1657至1666年期間製造。聖彼得聖座亦即係教宗座椅，喺中世紀木製嘅座椅上加上青銅鍍金面，凳嘅外圍係由4位早期教會嘅名人青銅雕刻支撐住嘅。主聖壇聖靈顯現係靠住天然陽光照明，令到上帝嘅慈悲通過教堂源源不斷咁傳遍世人。聖彼得聖座同埋聖彼得廣場嘅創作時間大致相同，呢兩件作品顯示出貝利尼喺唔同嘅藝術範疇嘅個人才能。咁我哋先睇下教堂嘅一啲其他部分，跟住我哋會睇幾個比較特別嘅歷代教宗嘅紀念碑。首先我哋會睇到教宗亞歷山大七世嘅紀念碑。亞歷山大七世嘅紀念碑係貝利尼喺1678年喺80歲高齡嗰時親自為支持佢同埋庇護佢嘅教宗亞歷山大七世設計嘅紀念碑，亦係佢最後一件雕塑作品。坐喺上邊嘅教宗亞歷山大七世，四周以白色嘅大理石雕成象徵仁慈、正義、真理同埋智慧女神。值得注意嘅係教宗腳下邊嘅毛氈係用紅白相間嘅大理石雕刻而成，非常象真。而象徵死亡之神嘅骷髏就喺下邊個門爬出嚟，手裏邊揮舞住象徵時間代表生死嘅沙漏，暗示咗無論任何人都冇辦法同時間抗爭，亦都必須面對死亡。跟住我哋見到教宗庇護七世嘅紀念碑。庇護七世曾經被法國綁架，然後被逼喺1804年為拿破崙加冕，一直扣留直至拿破崙戰敗之後先至被釋放。
然後我哋見到教宗額我略13世嘅紀念碑。額我略13世喺1582年頒布咗額我略曆法。呢個新嘅曆法咧係一年平均長度約356日5小時49分。呢個曆法首先由歐洲嘅天主教國家採用，然後逐漸演變成今日國際通用嘅公曆。跟住就係教宗良11世嘅紀念碑。良11世經過一連串嘅人事關係、精心部署，獲得廣泛支持之後，就當選教宗。不過做咗27日就逝世，人生無常。教宗洛森11世喺1684年大土耳其戰爭期間，主導促成咗神聖同盟，目的係聯手對抗鄂圖曼帝國。同盟成員包括教宗國、神聖羅馬帝國、波蘭立陶宛聯邦、威尼斯共和國、俄羅斯。神聖同盟喺保衛維也納上邊做咗重大貢獻，打贏咗著名嘅維也納之戰，阻止咗鄂圖曼帝國嘅擴張，令到鄂圖曼帝國走向衰落。馬蒂爾達係12世紀意大利北部嘅女伯爵，以軍事同埋支持教皇額我略7世而聞名於世。而呢個紀念碑係貝利尼嘅作品。最後喺2022年10月31號逝世嘅榮休教宗本篤16世，亦都安葬咗喺聖彼得大教堂地下室裏邊嘅教宗墓地。雖然教宗墓地係公開開放俾公眾入去睇嘅，但係唔能夠拍攝嘅。跟住另一項搏命工程就係登頂。登頂真係攞命㗎，一共要行551級樓梯。當你面對大教堂正門嗰陣，右手邊就係登頂嘅入口地方。行咗200幾級樓梯之後呢，就上到教堂建築物嘅頂層，咁可以更清楚睇到個穹頂啦。呢度都圍咗2個人咁高嘅鐵絲網阻礙視線，所以呢係拍攝唔清楚教堂地下嘅情況。呢個穹頂係世界上第3大嘅內直徑建築，穹頂嘅內層直徑41.47公尺，僅次於佛羅倫斯嘅聖母百花大教堂嘅8角形圓頂，同埋羅馬萬神殿嘅圓形穹頂。穹頂咧被分為16等份，每一份裏邊咧都畫咗一啲人物圖畫喺裏邊。穹頂嘅最高點係136.57公尺。據講咧，呢度規定咗咧，羅馬所有建築物咧嘅高度咧都唔能夠超過穹頂嘅高度。穹頂最初咧係由公元1506年開始興建，咁但係幾位建築師咧都未能完成就已經過身啦。咁最後咧，米高安哲羅咧喺1547年咧就接咗呢個設計圓頂嘅任務。不過佢當時都已經71歲啦，都算得上係米高安哲羅嘅最後嘅作品。可惜咧，佢都喺1564年過世。當時咧只完成咗圓頂嘅底座，而另外2位建築師咧參考米高安哲羅留低落嚟嘅設計圖咧，最終喺1590年完成整個穹頂。我哋而家要行入去呢個穹頂嘅夾層內部，一共有300幾級旋轉嘅樓梯。剛剛行入去穹頂裏邊嘅樓梯，除咗氹氹轉之外，又斜又高嘅樓梯，通道又窄，成日撞到牆。有2次差啲透唔到氣添，你最好有心理準備。如果身體狀況麻麻地嘅話，就唔好勉強登頂。咁捱過咗300幾級好辛苦嘅樓梯之後呢，咁就見到一道好細好窄嘅門，一出嚟，哇！成個羅馬盡在腳下，就係你而家睇到嘅景色啦。我圍住個圓頂同你介紹下唔同方向嘅景色。首先喺廣場嘅正前方，我哋見到前面嘅協和大道。咁如果你好眼力嘅話呢，仲可以睇到大概半公里以外嘅聖天使堡。喺西北邊呢，見到由教皇儒略2世創建嘅梵蒂岡博物館。咁如果你想詳細睇博物館收藏嘅藝術品同埋展品呢，你可以睇我頻道嘅梵蒂岡第1集嘅影片，或者參考我放喺度嘅資料卡。圍繞住圓頂，我哋繼續睇梵蒂岡。
眼前呢片陸地呢，就係梵蒂岡花園嘅一部分。整個梵蒂岡花園面積23公頃，已經佔咗梵蒂岡總國土44公頃嘅大部分。離遠我哋見到有啲廣播設備嘅呢，就係梵蒂岡嘅廣播電台。跟住向北，我哋面對住嘅呢，就係教宗嘅辦公大樓宗座宮啦。細心留意呢，你要發現呢，宗座宮正門前邊呢，有一個草坪修剪出嚟嘅教宗徽章。喺宗座宮嘅背後呢，就係神學院。喺宗座宮旁邊呢，就係梵蒂岡火車站。咁其實呢，每個禮拜六呢，佢有定期火車由梵蒂岡出發去岡杜爾夫堡，而岡杜爾夫堡呢，就係教宗嘅避暑山莊。咁喺我哋離開圓頂之前呢，我哋就再欣賞下羅馬市南邊嘅景色。咁我哋經過歪歪斜斜、氹氹轉嘅樓梯呢，又出咗嚟啦，而家到達咗教堂上面嘅屋頂平台。咁你而家見到嘅呢，就係圓頂嘅出入口，以及頭先我哋到過嘅頂點地方，上面仲有唔少人喺度觀賞緊風景。呢個就係羅馬嘅最高點啦。現場嘅鐘聲都幾大嘅，聽完之後，我都有啲暈暈地啦。咁因為呢，屋頂嘅平台上邊呢，有欄杆圍住，所以呢，我哋只能夠拍到呢耶穌同埋門徒嘅背脊，冇辦法影到正面。我哋由屋頂行翻落嚟，而家到達咗聖彼得廣場。聖彼得廣場黃昏嘅景色都唔錯嘅。離開之前，我哋一齊回顧下聖彼得廣場同埋聖彼得大教堂啦。大家請留意，我哋剛剛離開咗梵蒂岡，進入咗意大利啦。點解咁講呢？你可以睇下呢幅圖啦。其實梵蒂岡同埋意大利嘅邊界，就係我哋剛剛行過嗰塊石板啦。我哋行緊呢條就係協和大道，大概前邊半公里左右呢，就係聖天使堡啦。喺呢條協和大道上面呢，有好多唔同國家駐梵蒂岡嘅使節或者使館嘅。例如喺你右手邊呢，就見到阿根廷嘅使館嘅。嚟到呢度，我哋今日梵蒂岡嘅旅程亦都結束啦。
好多謝大家睇完今日我分享嘅影片。如果你喜歡嘅話，請讚好影片，訂閱我嘅頻道，亦請你喺我影片下留言，分享我嘅影片俾你嘅朋友。多謝晒，拜拜。